2000多年前，秦人的军队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点上。然而，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秦军摧城拔地，杀人如麻。秦军这支令人生畏的军队，果真是依靠残暴和野蛮统一了中国吗？197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对这些兵器的研究，让人们逐渐看到了秦军鲜为人知的一面，司马迁未曾记录的那一面。在河南省的西平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2000多年前，这一带是韩国的冶铁中心，铁器的生产在当时已经有一定规模。在河北易县出土的这把燕国铁剑，锋刃部分已经达到了今天高碳钢的硬度。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青铜正在慢慢退出历史，铁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令人费解的是，处于同一时期的秦人似乎没有跟上时代。兵马俑坑中出土的4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的秦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在秦统一中国前1年，强悍的秦军正准备消灭燕国的时候，一个叫荆轲的使者带着燕国的地图来到秦国。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献图投降是假，刺杀秦始皇是荆轲真正的目的。史记上这样描述：刺客荆轲手持匕首，绕住奔逃的秦始皇，企图拔剑还击，3次拔剑，而剑竟然不出。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佩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因为青铜材料容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这种长度的佩剑随手就可以抽出，秦始皇怎么可能因为剑太长而拔不出来呢？对于司马迁的这个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1974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秦人能够制造如此之长的青铜剑，可以推测，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加长的青铜剑。在刺客紧逼的奔跑当中，要拔出将近1米的长剑确实不容易。司马迁记载，在一个宫廷医生的提醒下，秦始皇握住晃动不已的剑鞘，最终才拔出了佩剑。专家很迷惑，秦人将剑加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
因为它更逼近对手。古罗马军团在血战中总结出一条规律：以相同的力量，刺比砍更致命，刺死砍伤。比对手的剑长出大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但秦剑更让人着迷的地方是它的外形。袁仲一教授仔细地研究了秦剑奇特的形状变化。秦剑是有阶段性的，宽则束腰到前面尖儿，都是这样，呈阶段性。厚薄呢，由厚薄加厚薄到尖儿的，它从阶段性递延的意思。这种设计使秦剑的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或许秦剑加长暗示着秦军对格斗技巧的认识有了某种重大的突破。厚薄宽则的不一样，从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它刺过以后就有一定的弹性，它就不容易折断。秦剑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顶峰，它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增加。司马迁记载，秦始皇只一击就使荆轲倒地不起，燕国也随后灭亡。2000多年前，在消灭了中原6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在帝国的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彪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较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质部分已经腐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简单一些呢？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钩牙，这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钩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弩机上的望山在上弦时可以自动地把扳机重新调整到击发的位置，但它还有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功能，可以推想在与匈奴骑兵厮杀的战场上，秦军弩兵射击的情形。当瞄准远处的目标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这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三棱箭头拥有3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检验了900多个数据了，结果发现那个箭头啊，它这有个3个棱，3棱几乎等长，完全一样。最小它的误差呢，它的误差达到0.02毫米，所以这个那么个精确度了，这个不得了。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3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实际上它呢就基本就流线型，但它的流线型不过是做成弧形了，就做成这个。其实流线型就是弧形，就是这个形状嘛。这个形状反而不好。你看我们的箭，原来我们用这样的箭头，现在不行，现在都是这样的箭头，就和那子弹头一样。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搞过那个风度实验，就看我这个箭怎么飞。说这样出去以后，它的气流上下左右的气流它是平等的，就是说左边多少右边多少它平等的，上往下它都是平等的，所以它才能保证这支箭沿着预定的轨道前进。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1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
秦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在匈奴骑兵还没有冲到眼前时，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战马和骑手。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五经讲义》中说，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者仿制。当专家们对秦军兵器的研究逐步深入时，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匹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它的形式曾经五花八门，但是在俑坑中发现的匹，尽管生产日期相隔十几年，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这两件戈也不是同年生产的，但它们也是一模一样。湖北鄂州是楚国的旧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把秦剑。细长的秦剑和当年楚国的青铜剑完全不同，但是它的造型跟陕西兵马俑坑中的秦剑却完全相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但它们都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 0.83 毫米。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北方草原，还是在南方丛林的各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量。难道地处秦国各地的兵器作坊都在有意识的，甚至是强制性的按照某个固定的技术标准生产兵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秦人就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在2000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假如秦人真的有过标准化的兵器生产，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秦军的其他兵器虽然也可以互换，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兵器来说，互换性要求的精确度并不很高。专家推测，秦人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各种兵器，在战场上应该有优异的表现，很可能是秦军从几百年的战争实践中优选出来的。专家推测，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的兵工厂。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
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2000多年前，秦人执着于统一标准，肯定是为了保证所有秦军战士使用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秦军的兵器制作得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3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8个面。手工要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的难度。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3个流线型的表面也完全对称。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的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兵马俑坑中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的质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不仅如此，这支军队高度专业化，装备极其复杂的武器系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欧洲，亚历山大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几十万人。为一支100万的军队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10年统一战争的岁月里，秦国的兵器作坊肯定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地方，他们必须开足马力，日以继夜。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仔细观察这只戈的圆弧处，打磨的痕迹还清晰可见。手工打磨会有交错的磨痕，那是锉刀往返摩擦造成的。奇怪的是，这些磨痕没有交错的痕迹。专家推测，秦军青铜兵器的表面加工很可能是用砂轮实现的。2000多年前，是否有砂轮还有待考古证据。即便是用砂轮，靠手的感觉来完成这弧形表面的加工，要让成千上万件兵器达到同一个标准，也是不可能的。考古学界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认识，认为在秦汉时代已经有某种简单的机械。或许机械的使用使秦人能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然而没有考古证据，对研究人员来说，秦人的军工厂仍旧是谜一般的地方。在兵马俑坑中的兵器上面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汉字很相像。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字数最多的一个人是相邦吕不韦。《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乐功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支戈的厂长叫哲。在厂长的下边是程，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支戈的工匠叫程。
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4级，从相邦、工师、臣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管理的细节，但秦国的法律对失职者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这就是物勒功名的用意。说物勒功名，就上面刻上你的名字，依考其成，看你做的质量的好坏意思。如有不当，你做的不好的话呢，以行其罪，以究其情，还要罚你，还要追查一下你为什么做不好。透过这些冰冷的青铜铭文，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个遥远年代中一些普通人的命运。这个叫哲的人做了好多年兵工厂的厂长，哲每天都要检查兵器生产，他得向丞相吕不韦负责。如果兵器质量有问题，按照秦国的法律，厂长首先遭受处罚。为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他必须尽职尽责。处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最底层的是数量庞大的工匠。专家在铭文中一共发现了16个工匠的名字。工人有一个叫吊的，就是学的时候养个鸟字，这个是读吊的意思啊。这个人呢，干了16年工人，我看到去连续的，我看到连续养到是16年，当然可能还要长了，就是。在秦国的手工工厂，工人一般都是终身制。无论如何，这个叫吊的工匠一生都得在工厂度过了。16年的劳作，吊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的坎坷。就是这些像吊一样的普通人，制造出了留到今天的这些精良兵器。从一丝不苟的加工痕迹上，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他们粗糙的双手和专注的目光。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4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被蛮荒和蒙昧包围的时候，秦人就以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在秦的时代，人们还不能像处理青铜一样熟练地用铁，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仍旧是青铜铸就的。2000多年前，秦人将青铜的性能发展到了极致。在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中，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然而，强大的秦军究竟是如何作战的呢？这支从远古走来的军团，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